年薪60万的我被老婆净身出户了，她转走了我卡里所有的钱，一共148万6700块，一分不剩。结婚3年，我每月5万工资全部上交，还负责家里的开销，而老婆月薪3800，天天逛商场，也不做家务。结果她却说家里的钱都是她赚的，不仅把我的工资全给了她娘家，还花100万给她弟弟买了一辆保时捷。柳如烟，你疯了吗？那100万是我们买房的首付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？既然是我的钱，我爱给谁用就给谁用，你管不着。听着柳如烟那套强词夺理的言论，我的心彻底死了。这场名为婚姻的闹剧该结束了。于是我借着出差为由，搬到了外面的公寓里，同时掐断了家里所有的开销。半个月，15天，只需15天，柳如烟和她那个原生家庭所依赖的经济支柱就会动摇。果然，第16天的下午，柳如烟打来了夺命连环扣。朱二虫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在开会，怎么了？这个月房贷逾期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催收短信都发到我手机上了，还有物业费也没交，电话直接打到我公司前台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是吗？我在这边项目开销大，手头有点紧，要不这个月用你的工资付一下？这个提议像是一颗火星，瞬间点燃了柳如烟这个火药桶。我的钱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一个年薪60万的大男人，连1万多的房贷都拿不出来，你丢不丢人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啊，对，我丢人，我不是男人。那你让你那宝贝弟弟帮你还房贷吧。朱二虫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我弟刚工作哪有钱？你就是想看我们家笑话。我没有再跟柳如烟废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傻逼！哎呦，快看前面！喂，朱二虫，你快去交警队，大壮出事了。哦，他出什么事儿了？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。他酒驾追尾了别人的车，那辆车登记在我的名下，如果留下案底，我的工作就完了。大壮现在还在里面关着，我命令你马上把他弄出来。柳如烟的声音充满了恐慌和理所当然的命令，仿佛我才是那个惹了祸的人。呵呵，请问车是谁开的？是大壮。那酒又是谁喝的？柳如烟一时语塞，憋不出半个字来。既然车是他开的，酒是他喝的，凭什么要我管？就凭你是我老公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现在家里出事了，你不该管吗？一家人，在你偷偷拿着我辛苦攒的100万给你弟买车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在我之前住院时，你连看都不看一眼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在你把我的工资全部补贴给你娘家，还让我负担家里的一切开销时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那咋了？我弟结婚急需买车充门面，我帮衬一下怎么了？钱没了你再赚不就行了？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？赶紧的，别废话。这个吸血鬼到现在还觉得理所当然。柳如烟，你听好了，我1分钱都不会出，你弟弟造的孽，你们自己去解决。听到我不愿意出钱，岳母王翠花不干了，一把抢过电话，气急败坏地骂道：朱二虫，你这个白眼狼，忘恩负义的畜生！我们如烟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你要是敢不管，我们明天就去你公司闹，让你这个总监身败名裂，我看你还要不要脸？好啊，我随时恭候。挂断电话后，我靠在椅子上，长长的出一口气。刘大壮，我亲爱的小舅子，谢谢你送来的这份大礼。柳如烟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你和你娘家欠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刚到公司1楼大厅，柳如烟母女2人就开始了表演。王翠花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柳如烟在一旁抹眼泪，装出委屈的模样。大家快来看啊！你们公司的高管朱二虫就是个丧尽天良的白眼狼啊！自己小舅子出了车祸见死不救，连自己老婆都要逼死啊！这种没良心的人怎么配在你们公司上班啊？老公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壮还在里面关着呢，你先把那60万赔偿金交了行不行？只要你救大壮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别在这演戏了，要钱可以。我拉开公文包，掏出一沓厚厚的文件，直接砸在柳如烟脸上。这是结婚3年，你背着我私自转给你娘家的所有流水明细，总计148万，这些全都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今天1分不少都要拿回来。你胡说，这都是我自愿给大壮的，你管不着。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！我女儿嫁给你是享福的，花你点钱怎么了？你还敢记账？赶紧拿60万出来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呵呵，你们一家像吸血虫一样趴在我身上吸了3年，现在吸不动了，还想拉我垫背，想屁吃呢？我再次从包里抽出一份盖着法院公章的文件，扔到柳如烟的脚下。这是我向法院提交的离婚诉讼书和财产保全申请，我已经申请冻结了你名下的所有账户，包括你买给柳大壮的那辆保时捷。冻结？你
凭什么冻结我的账户？大壮的赔偿金怎么办？你这个杀千刀的，快把冻结的钱解开！啊，我们要去救大壮啊！朱尔冲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弟要是出不来，我跟你拼命！拼命？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。我掏出手机，点开一张图片，将屏幕直接怼到柳如烟惊恐的眼前。你弟借了30万高利贷还不上，说不定人家已经去医院找你那个好面子的爹要账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大壮怎么会借高利贷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老头子！王翠花双腿一软，直挺挺摔在地上，吓得柳如烟连滚带爬的扑过去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朱尔冲，你快叫救护车！你这要逼死我们全家吗？哼哼，你妈装晕的保息用了3年，你真当我傻呀？柳如烟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你们慢慢享受。38床的家属是吧？你爸的住院费已经欠了10万了，今天再不交就只能停药了。护士小姐，您通融一下，我马上凑钱，马上就凑。喂，王哥吗？我是柳如烟，对，就是恒泰小区那套房子，我急售，低于市场价50万都行，只要全款，越快越好。下午，我和张律师正在沙发上悠闲地喝着茶时，柳如烟带着房产中介走进了客厅。朱尔虫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我回自己的家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？你放屁！这房子是我们结婚后买的，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现在就要把它卖了，救我弟和我爸。柳小姐，这产权要是不清楚，我们可不敢接呀。王哥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房产证就在我卧室的保险柜里，我拿给你看。说完，柳如烟冲进卧室，一阵翻箱倒柜后，拿着一本房产证拍在茶几上。看清楚了，上面明明有我的名字。朱尔虫，你别想独吞。刘女士，这套房产是朱先生婚前全款购买的个人财产，就在半个月前，朱先生已经将这套房产抵押给了银行，贷款100万用于公司项目。什么？朱尔彤，你疯了吗？你把房子抵押了，你倒是把钱给我！我弟要坐牢了，我爸还在医院躺着。你弟坐牢，那是他咎由自取；你爸住院，那是被你们这群吸血鬼气的。你……顺便通知你一下，催债的人已经在来这套房子的路上了，祝你好运。什么？的家属是吧？30万高利贷，连本带利50万。今天要是见不到钱，我就卸了你们的胳膊。老公，你救救我！你快给他们钱啊！你不是有钱吗？你就是她老公，穿的挺人模狗样啊！替小舅子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掏钱吧。你找错人了，我跟这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胡说！我们还没领离婚证，你就是我老公，这房子也是你的。大哥，你们找他要，他卡里有几百万呢。死到临头，还想拉我垫配？张律师，给这位大哥看看，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这是法院已经受理的离婚诉讼书和财产隔离声明。法律上，柳大壮的个人赌债属于非法债务，且朱先生已经启动了财产保全。您如果强行向朱先生索要，属于敲诈勒索，我们随时可以报警。少拿法律吓唬老子，老子只认钱。大哥是求财的，没必要惹一身官司。其实你们要的钱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朱尔虫，你想干什么？他包里有一把保时捷帕塔梅拉的车钥匙，这辆车落地100多万，现在就停在地下车库。保时捷是大壮的命根子，不能给你们。刀疤脸抢过柳如烟的包，将里面的东西倒了一地，一把抓起那枚闪烁着金属光泽的车钥匙。算你小子懂事，走。看着刀疤脸带着车钥匙扬长而去，柳如烟趴在地上，绝望地捶击着地板。柳如烟，这只是利息，你欠我的，我会一笔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柳如烟怔怔地望着门口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立马冲进卧室，翻箱倒柜。既然车保不住了，那就把车卖了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柳如烟冲进地下车库，企图把车开走藏起来，然而专属车位上却空荡荡的。车呢？车去哪儿了？我明明停在这里的。这时，一个物业保安刚好巡逻到这边，柳如烟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，死死揪住保安的领子。停在这儿的保时捷呢？是不是刚才那几个流氓开走了？你们物业是干什么吃的？我要报警！你发什么疯啊？那辆车半个小时前就被拖走了。拖走了？谁拖的？哼，法院的执行车拖走的，说是财产保全，强制扣押，白底黑字贴着封条呢。朱尔虫，你算计我！就在这时，柳如烟的手机突然疯狂响了起来。喂，柳如烟，你敢耍老子？车呢？老子在车库转了3圈，连个车轱辘都没看见。大哥，车被法院拖走了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法院？行，此债复还。你弟不在，老子现在就去医院拔了你爹的氧气管。不要，我求求你不要去医院，我马上筹钱。电话被粗暴挂断，柳如烟像疯了一样冲向电梯。哎呦，救命啊！你们是谁啊？闭嘴！你儿子柳大壮欠了老子50万，今天不拿钱，老子把这老东西从窗户扔下去。大哥，求你再宽限几天，我卖血也把钱还上。你这个废物，你不是去找朱尔虫拿钱了吗？钱呢？他
把钱全冻结了，房子也是假的。妈，我们完了，全完了。什么？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老公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快救救我吧，他们要杀人啊！别叫我老公，我嫌脏。属苏同志，就是这里。这是柳大壮利用我妻子非法转移的148万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网络赌博的全部流水证据。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啊，我们就是来要个债务。站住！你们已经涉嫌暴力催收和非法放贷，全部带回局里接受调查。看着刀疤脸几人被叔叔带走，王翠花以为危机解除了，立刻从地上爬起来，恢复了泼妇的嘴脸。好你个猪耳虫，你还敢带鼠苏来抓人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把大壮的窟窿填上，不然我死给你看！呵呵，阿姨，你可能还没搞清楚状况。柳大壮涉嫌巨额网络赌博，3年起步啊！而你女儿涉嫌职务侵占和非法转移财产，也要进去陪他弟弟。不是的，我没有，那是我的钱！你个死丫头，你惹的祸你自己扛，别连累我们老柳家。猪耳虫，钱是他赚，你抓他去坐牢，跟我们没关系。妈，你说什么？你就是个扫把星，连自己老公都管不住，害得大壮被抓，你爸住院，就该你去坐牢还钱。柳如烟看着这个把他推出去顶罪的亲妈，发出一阵癫狂的笑声。病床上的岳父柳志刚气得浑身抽搐，晕死过去。叔叔迅速冲上前，强行将两人分开。都给我老实点！你涉嫌转移巨额财产及故意伤害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。不要，这都是王翠花逼我的！不要，这都是王翠花逼我的！是他让我把钱转给大壮的！你们抓他！你这个畜生，连亲妈都想掐死！属苏同志，钱都在他弟弟卡里，跟我没关系，把他抓走！呵呵，真是一出母慈女孝的好戏。猪耳虫，你终于肯来看我了！你是来签谅解书的，对不对？只要你签了，我就能出去了。呵呵，谅解书，你想多了，我是来给你送一份大礼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那个好弟弟的供词，为了争取减刑，他把你卖得干干净净。不可能，大壮不会这么对我的，我可是他亲姐啊！他说转移财产的主谋是你，是你主动教他怎么伪造消费记录，然后把那148万洗进他的账户里。大壮，这卡里有30万，你姐夫那个傻子天天加班，根本不查账，你拿去花，就说是我买包买衣服了，他发现不了的。柳如烟气得浑身颤抖，双手砸向铁桌子。柳大壮，你这个白眼狼！我为了你倾家荡产，你居然陷害我！我要杀了你！行了，别叫了。有个不幸的消息，你想不想听？什么不幸的消息？你爸因为急火攻心，抢救无效，昨天晚上已经走了。你妈为了躲避高利贷，连夜卖房拿钱跑路了。我爸死了，我妈跑了。你费尽心机供养的娘家，在你失去利用价值的瞬间，就把你当垃圾一样扔了。柳如烟，这就是你选择的结局。怎么会这样？全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我到底图什么？图你自私，图你贪婪，图你蠢。这148万的债务，我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。你这辈子就在泥潭里好好烂着吧。1个月后，法院判决我和柳如烟离婚，同时我升任分公司负责人，准备去上海工作。寄生虫清理完毕，该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了。我以为和柳如烟一家不再有任何瓜葛，直到那天我查分公司副总李建国的一笔假账时，竟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。王翠花，怎么是她？她怎么会和上海分公司的黑账扯上关系？老公，你们上海分公司那个李副总是不是负责外包采购的呀？我有个远房表哥做这行的，能不能介绍认识一下？原来是他，一切都串联起来了。柳如烟从中牵线搭桥，让娘家和李建国勾结，里应外合套取分公司资产。李建国、王翠花，你们这滩浑水，我今天非给他抽干不可。第二天，李建国一行人刚进会议室，就将一沓报销单拍在桌上，神色不善地盯着我。朱总，这张报销单要是再压着，底下的兄弟们可就不干活了。这2个大客户要是流失了，这责任您担得起吗？是啊，朱总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但也别把自家兄弟的饭碗给烧了啊！李副总，这是在逼宫。哎呦，朱总这话说的，我这可是为了公司业绩着想。您要是不签，兄弟们只能集体请假回家喝西北风了。我轻笑一声，从桌上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 A4 纸，扔到李建国面前。李副总口中的维护客户，就是把30万打进这家名叫翠花商务咨询的皮包公司吗？这是我们长期的外包合作方，专门负责市场调研的，手续齐全，合法合规。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。呵呵，合法合规。说着，我又将一沓厚厚的流水账单和法人信息直接甩在李建国的脸上。公司注册地址是个废弃的修车厂，3年时间，你以各种名义向这个账户打了整整500万，你管这叫市场调研？这不可能！你是怎么查到的？账目明明已经做平了。你以为找个乡下老太婆当法人，再走几道阴阳合同就能瞒天过海？你忘了我是干什么出身的？
你们在后台留下的每一行代码，在我眼里都像裸奔。李副总，这洗钱可是要坐牢的啊！这事儿我可没参与。朱二重，你别太嚣张！我在这分公司干了5年，根基深厚。你敢动我，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这栋大楼？保安，保安呢？叫吧，随便叫。我已经把证据同步发给了总公司的审计部和经侦大队。你现在该考虑的是请个好点的律师。你就在这时，会议室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粗暴地推开。哎呦喂，李副总啊！哼，我那笔分红怎么还没打过来啊？老娘在上海这5星酒店住的可贵了。王翠花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李副总，我女儿进去了，老伴儿也死了，我现在就指望这笔钱养老了。你可别想赖账，赶紧的，先把这个月的100万给我结了。你快闭嘴，滚出去！你个姓李的翻脸不认人是吧？当初要不是我女儿把朱尔重那个傻子公司的底细透露给你，你能赚这么多黑心钱？妈，好久不见，原来你躲在上海享清福呢。王翠花脸上的嚣张瞬间凝固，手里的墨镜掉在地上，像见鬼一样连连后退。朱尔重，你个窝囊废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在老家吗？怎么看到我很失望？我可是特意调来上海接您去享清福的。那什么，我走错门了，我不认识你。眼看王翠花要跑，我抢先一步将会议室的门反锁。王翠花一个没注意，重重地撞在门板上，捂着鼻子哀嚎，卷了老丈人的买命钱跑路，现在又跑到我的地盘来要洗钱的分红。妈，你这算盘打的，我在老家都听见了。听着我们的对话，李建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好啊，我全明白了，这从头到尾就是朱尔重自导自演的苦肉计。这难道真的是朱总做的局？啊，对，就是他，我就是个乡下老太婆，钱都是朱尔重让我拿的，你们快抓他去坐牢！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狗咬狗。我不怒反笑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按下了播放键。当初要不是我女儿把朱尔重那个傻子公司的底细透露给你，你能赚这么多黑心钱？这栋大楼的安保系统是我亲自升级的，会议室的收音效果，李副总还满意吗？朱总，我错了，我把钱全吐出来，你放我一马，我上有老下有小啊！你拿公司的钱去包杨小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老小？李建国、王翠花，你们涉嫌职务侵占、洗钱和商业诈骗，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，带走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我不去坐牢。老实点，有什么话回局里说。朱二重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这背后的水淹死你10次都够了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等着，慢走，不送。李建国的话绝不是空穴来风，能让财务部一路绿灯，他在总公司绝对有靠山。果然，几分钟后，我办公桌上的高层专线座机突然铃声大作。我是朱二重。朱总，新官上任的火烧得挺旺啊。除虫而已，本职工作，阁下哪位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麻烦了。善意提醒，去查查你那个在看守所里的前妻，她今天上午见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探视者，想拿那个蠢女人来威胁我，我看你是找错筹码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随后坐回电脑前，利用技术手段查到了看守所的一份探视登记表。总公司副总裁赵泰，原来他就是李建国背后的那把大伞。刘女士，只要你咬定那500万是朱尔重指使你妈去洗的，我保证你不仅不用坐牢，还能拿到一笔丰厚的补偿。好，只要能让朱尔重死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。下午，赵泰带着几名审计人员，气势汹汹拦住了我。朱总，你这新官上任的3把火，烧的可是连总公司都震动了。赵副总大驾光临，是来替李建国收尸的，还是来替他擦屁股的？朱二重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你伙同前妻和王翠花利用外包公司洗钱套现，现在东窗事发，还敢反咬一口？赵泰话音刚落，周围的员工顿时一片哗然。赵副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李建国和王翠花已经被带走调查了，铁证如山。铁证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前妻柳如烟在看守所亲笔写下的举报信和口供，他已经全招了，你才是幕后主使。天哪，难道真的是朱总干的？总公司董事会已经下达了紧急通知，即刻起免去你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职务，配合调查。赵泰，你是不是觉得找个脑子进水的蠢女人做伪证，就能把你从500万的黑洞里摘出去？我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翻不了案。既然赵副总喜欢当众对质，那我们就让全公司的人一起听听这所谓的人证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我将手机连接上前台的广播系统，随后播放了一段音频。刘女士，
瞬间，全场一片死寂，所有员工瞪大了眼睛，不可思议地看向赵太。假的，这录音是伪造的，是 AI 合成的。朱尔虫，你敢诬陷我？伪造？赵副总，这可是从看守所调出来的监控音频，我这里还有视频画面，你要不要看？说着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 U 盘，在赵太眼前晃了晃。这里面不仅有你诱导伪证的录音，还有你这几年收受洗钱分红的全部流水。赵太双腿一软，直接撞在玻璃门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么可能查到海外账户？赵太，你的底牌打完了，现在该我送你上路了。朱尔虫，你开个价，只要你把 U 盘给我，你要多少我都给，副总裁的位置让给你都行。拿着吸血得来的脏钱来买你自己的命，赵太，你把法律当什么了？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背后有人。是吗？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警笛声响起，几名叔叔推门而入，直接将瘫软在地的赵太围在中间。赵太，你涉嫌职务侵占、洗钱、行贿以及教唆伪证等多项重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是我，都是李建国干的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朱尔虫，你陷害我！去跟法官解释吧。顺便告诉你，你那些转移到海外的资产，我已提交冻结申请，你一无所有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毒瘤彻底拔出，空气终于干净了。赵太被带走后，为了表彰我的功绩，公司任命我为集团副总裁，年薪翻倍。几天后，柳如烟一家的最终判决也下来了。被告人柳如烟犯职务侵占罪、非法转移财产罪，且在狱中接受他人贿赂、企图作伪证陷害他人，情节极其恶劣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并责令退赔全部赃款。15年，我的一辈子全毁了。朱尔虫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而柳大壮因酒驾、赌博等罪被判8年，王翠花被判12年，名下所有非法所得被全部追缴。这个消息驱散了我过去3年所有的阴霾。错的从来不是婚姻，而是把贪婪当成理所当然的寄生虫。现在，猎杀结束了。